嚯，你看这个河水啊，都已经差不多没到地面了啊，说明最近还在汛期或者下雨比较多。你看这个水位非常之高啊。这是一个拾荒的老大爷啊，居然养了2只狗。龙汇水道这条河里啊，整个波涛滚滚。这边的台阶啊，全部都已经淹没了。你看这个柱子都被水淹没了。我们来看看，前面有一座大桥，看看这边望江的高楼，大部分都已经建好了。嗨，大家好！今天下午开车来到了顺德大良，这边应该是大良的新城区啊。我的右侧外面的应该就是龙汇水道了，这是一条很大的河。我的左侧这里建了不少的高楼，这些高楼都是可以望江的，还是挺不错的一些楼房。这一路过来，整条马路啊非常的漂亮啊。这个地方整体来讲还是有新城区的模样，而且看来密度还比较低，应该说居住的环境、居住的舒适度啊都是非常不错的。现在我就在离这条河道啊比较近的地方来随意的骑行一下。好，现在我掉个头，前面呢应该有一个金凤凰广场啊，以前来过的。右侧这边应该已经成了一片城区了啊。左侧就是河边的一处绿地，应该就是一个公园的样子了。前方这个像高架桥一样的升到龙汇水道的，就是金凤凰广场啊。之前也到这个上面去走过，今天我就在下面穿行一下而已啊。等一会儿我找一条路，看看能不能到堤岸上去骑行一下。顺德呢，现在作为佛山市的一个区啊，它有一种独自发展的感觉。你看，右侧写着顺德金凤凰广场，我们往前骑一下啊，看能不能找条路到堤岸上去。环境非常不错，但我还发现右侧这些底商啊，看来有很多好像都是关门招租的状态。感觉越是下沉到2、3线城市，经济越是撑不住，就原本是靠投资拉动的，没有投资，没有利可图，那这些消费力呢，立马就归零。好，
现在看看能不能到堤岸上去。这边的环境啊，真的是已经相当不错了。你看啊，这个河边、堤岸边上呢，做了一些休闲的地方啊。这是一家小店，还是一个驿站？人坐在里面休息。好，现在我在堤岸的马路上了，那我们就迎风骑着。今天前方乌云密布的，但这边出太阳，加上风还是蛮大的。我在佛山啊，当然也包括顺德，骑行过非常多次了，真的就感觉这才是一个城市应有的样子，人均密地，这个绿道非常多。到处都是河道，河道边上呢，到处有绿道，然后城市呢也在更新之中，有很多片的新的城区，尤其是对于当地老百姓，无论是出行还是休闲啊，做了很多的设施。总之吧，这边老百姓的生活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哦，前面这门是有一道门禁啊，应该是蓝汽车开到这个堤岸马路上的吧，脚踏车应该无妨。这个马路边上啊，都是一些农家的房子的。这边还做了一个小平台，我们上去看看。看来这是江边的一个清水平台啊。但是看到有很多人啊，携家带儿的，一家出来骑车，我觉得这个挺好。好，这边有一条可以骑到更清水道路上的骑行道，我们骑上去看一看啊。
不知道是天阴了还是这边临近江边啊，这个江风吹的还是非常凉爽。哦，你看这个河水啊，都已经差不多没到地面了啊，说明最近还在汛期或者下雨比较多。你看这个水位非常之高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边掉个头。你看啊，这里有一段啊，都已经水没到步道的路面上来了。哦，这个水还真挺大呀，让我想到有一次在本纳比那边啊，在弗雷泽河边上也有这样的绿道，也是看到水都漫到河岸上来的那个样子。这是一个拾荒的老大爷啊，居然养了2只狗。看来今天的龙桂水道啊，这个水都快满出来了。我们再来看看这里，你看这些树都泡在了水里了。还有一些勇士到河里去游泳啊。你看，你看，右侧这个平台已经淹没在水里了。我们来看看这个龙桂水道这条河里啊，真是波涛滚滚。也许每年到了这种夏天啊，端午前后啊，都会有这种龙舟水
还有这种潮汐的起落，更多的就是台风、刮风下雨带来的水位的增高。但这种景象啊，我今天在这边还是第一次看到吧。要把车开到这个江边来了。哇，这滔滔江水啊！哇，这个平台，这个水位。这边的台阶啊，全部都已经淹没了。你看这个柱子都被水淹没了，应该有个1.5米那么高。哇，第一次在龙桂水道看到这样的景象，也是蛮壮观的。第一次来顺德，在龙桂水道这条河边上啊骑行，看到这个水位啊涨得那么高，应该比平时高了最起码有个半米到1米吧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条本来是清水的步道，前面已经给淹了。瞧瞧这个水漫到多高！哇，这整个一片本来清水的平台这里，全部都给淹了。还是好厉害的。前面那个凸起的那个高台呢，就是金凤凰广场的一个清水平台。我到上面去过，在那边是可以看江的地方，今天都给淹了。你看啊，这些工人在紧急的架设栏杆，怕有人直接误入这个江里啊，出问题。好，现在我又回到刚刚我骑行过来的这条骑行道上了。这里是有关大梁的介绍，古时的大梁，外有2水环抱，内有5山秀丽啊，是这么一个地方，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。眼前的呢就是金凤凰广场，它是
架在半空的一条高架的城市观光带。最近天气一直比较热，而且几乎每天都下暴雨，有时候早上，有时候下午，更多的是3更半夜的下，伴随着打雷，所以这个酷暑季节雨水非常多，但也拜这些比较多的雨水所赐，这边的气温呢一般不会超过35度，就到了33度左右呢就到头了。那么一场雨下来呢，稍稍的凉快一点点，所以导致没有出现现在很多国家传说中的40到50度的高温。相对而言还是可以平常过日子。当然了，这种天气出行肯定是不合适的，无论是去郊游还是出来做这种简单的运动，都是让人感到头皮有些发紧，因为毕竟来讲消耗太大，而且存在着这种中暑的风险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就是从善如流，面对这样的天气呢，偶尔开车出来活动一下，就在这种江岸绿道上或者是有树荫的地方，像今天这边还有些江风吹的，那我们就骑个半个来小时，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合理的出行这种日常的休闲或者锻炼吧。所以这边很多设施还是做得不错的。前方有一对小孩骑着自己的小单车，也学着这种做一些动作。现在小朋友还多了一些玩的东西，这就是他们玩耍的道具了。这一路过去呢，你看左侧这建的高楼，应该都是一些居住用途的楼房。住在这个上面每天看看江，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景色。右侧还有标准的篮球场，有些孩子在里面打球。虽然地处顺德我看这些孩子他们讲的都是标准的普通话，应该都是外来人在这边生活，他们的子弟吧。荣桂水道顺德新城滨河公园。
好，我们这次拐到河边去骑的。在沙坡公园边上去啊，看看前方建了多少楼啊！这些楼都很气派，确实也是很美啊。但是正在建设过程当中，有很多楼还没有完工啊。这边也有几个清水平台。现在我走上龙桂水道边的一个清水平台上啊，我们来看看，前面有一座大桥，看看这边望江的高楼，大部分都已经建好了，站的位置非常好，景观一流。我们来看看这个，看看这个水里啊，这些草都已经没在水中了。明显的感觉今天水位很高啊，就像我们刚刚在几处低洼地方看到的，这个河水都溢到了岸上来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向前走一小段，然后就转到回府。哇，这个风吹得还算有些凉意。最近几天好像有台风登陆海南岛，对广东三江附近，也受到影响，下雨刮风的。现在都是往那边。这边很多人钓鱼啊。地上看看江啊，我觉得消磨一点时间也是很有意思的。乌云低垂，但是呢，太阳光还是洒向了地面。江岸的风光。
我觉得如果条件允许啊，即便是在盛夏时节，还是可以挑一些气温相对不是很高啊，不下雨的时候看看啊，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的。好了，我又回到堤岸上的路上，这条路还是非常的平整好骑的。这边打算掉头往回走了。这里就叫顺德新城滨河公园。好，我们骑回刚刚停车的地方去。你看这个堤岸马路边上呢，它其实做了很多片平地啊，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平地上面做操啊，干什么都行。时隔一块地方呢，就会有公共卫生设备等等，当然有些地方也有凉亭啊，让大家可以休息。总之，这设施呢已经非常完备了。没有必要去吹毛求疵。我们不是住在这里的本地居民，但是开车也就半个多小时吧，就可以来到这里啊。我觉得时不时过个几个月来走一走，我觉得就相当不错了啊。但是呢，也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啊，就像我刚刚看到的，在这些漂亮的高楼底下，那些底商就感觉状况堪忧啊，或者说没有什么生意做，有些呢都已经放弃了，有些干脆就转让他的商铺等等。这些跟大环境有关啊，跟这些业主们他们的生意没有办法做得更大更好有关。我觉得人都是一样的，只要对前景不看好，大家就会捂住自己的口袋，尽可能的减少消费。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子的吧。所以房地产一个周期啊，那怎么也得10多20年，甚至有些时候有些国家可能一个低潮就是几十年，再慢慢的回来。我觉得大家也只能等待啊。骑到这里呢，就感觉乌云压头了。你看看，天色立马就变暗了。我觉得我也是快快的骑到我刚刚停车的地方，我们开车附近随意兜兜就回家去了。这段时间呢，投放了不少就是开车的视频，就是坐在车里随便的看看。有些人觉得无聊，那有些人呢可能也想看看广州这些周围的街道的景象。那我开车出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带着我的家人啊，特别是家里有一位已经年近100岁的老人，但是非常的生活就已经没办法到处走动了，但是非常愿意坐着车逛逛以前熟悉的街道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，或者开过会的地方等等。那我们当然尽我们可能满足一下老人家的愿望啊，相信也是晚年的最后的愿望了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开着车
到处闲逛的原因。然后呢，在车上大家肯定会说话，那我们肯定要把这些私人的说话声音给屏蔽掉，最后呢配一些音乐片段，然后就分享给大家，这也算是一举两得吧。但是呢，确确实实有人对这些街道的风景不是特别感冒啊，我们也表示理解，甚至感到有些抱歉啊。如果大家不愿意看呢，就可以跳过不看。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留言，看看大家对什么样的事情比较感兴趣的。如果可以做到的话呢，也乐于你在今后的视频尽可能的跟大家做分享嘛。但是我还是说句丑话啊，我所有的视频不是为大家所拍，是完全为了自己消遣。当然我也希望说也有观众啊，有些朋友他可能也有过跟我相同的经历，生活在同样的地方，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，客观上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啊，让大家看看以前的家乡，曾经旅游过、生活过的地方，现在的现状等等。我相信人都是有一种怀旧的情怀的。好了，我这边又到了金凤堂的广场边上了，但是我们就在这边准备结束我们今天在顺德大良的骑行。这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拐到我停车的地方了。结束我们今天在大良的这一段骑行漫聊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我们改日出行再见，拜拜。